打算买票，这个 Windows 杀档了，怎么办？7个国家，21天，4000公里，看到了奇丽的自然风光和耳熟能详的人文景观，也遇到了惊险，车在荒山陷入雪中，高速上被警察截停。2025年，欢迎和我们一起欧洲7国自驾游。收拾东西出发。车定了吗？定了，3个行李箱。这次欧洲自驾游途经7个国家，首先抵达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马上去卢森堡和法国小镇斯特拉斯堡。第2天进入德国，用10天时间从西向东横跨德国抵达柏林，并去波兰一个小镇简单看一下，然后经过汉堡北上坐渡轮到丹麦哥本哈根，再从另一条路线回到德国，向西到荷兰，最后回到布鲁塞尔。这次坐的是埃提哈。焦糖布丁挺好吃。飞了7个小时，到了阿布达比，在这里转机去布鲁塞尔。从新加坡去欧洲，有直达的，也有很多这种中转的。直达的都要10多个小时嘛，飞起来比较累，坐头等舱、商务舱又坐不起，所以中转是个挺好的选择。而且中转都是在中东这边，刚好是新加坡和欧洲的中间，好多这种中转的都是阿拉伯国家的航班，都是这些土豪国家的，所以飞机还都挺好，餐食也不错。这是机场也不错的样子，阿布达比机场逛逛吧，这还挺大的。这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金光闪闪。上头是一个 food park， 去看一下有什么吃的。在这边转机要停留个2-3个小时的话没问题，好多逛的，好多吃的。这机场里边的东西可不便宜，30合新币差不多10块一罐啤酒，比新加坡的酒还贵。这1块披萨是30多。差不多都是新币10块，这里有可爸爸，揣一下。有一些菜，有一些肉，尝尝。好吃吗 ？OK 啊，还行。候机室也不错的样子。继续坐飞机去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啊，冷！欢迎来到布鲁塞尔，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布鲁塞尔。新的国家，新的城市。过了海关了，速度还挺快。在柜台那儿，我们3个人也就1分钟吧，看了看，随便翻翻就进来了。等一下，我们先去拿车，因为这20天都是自驾。今天有一个挑战是，我们拿了车，马上就要往法国的斯特拉夫堡开，因为要去赶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天的圣诞市集，所以拿了车就去法国。中间还要去一下卢森堡和一个叫SPA 的赛车场。所以下午就要赶到斯特拉斯堡，是个挑战，一路狂奔。这里等行李的人还都比较规矩，都站在这个线外面，没有堵在这个传送带旁边，结果需要拿的人根本挤不进去。Car rental 应该就在前边了。没想到出来这么快，这么顺利。我拿车定的是8点，现在才7点就出来了。订的是 Eurocar 的车，这拿车也很快办完了，5分钟。去停车场，这人还挺多，人来人往。哇，冷哎！小风开始刮起来了。顺着牌子走，这些是在这儿。我们是 Eurocar 啊，这儿呢，One level down， 再往下走是从这儿走还是从外边走啊？我们是贝40 805，这是我们的车。拍一下有没有什么划痕呐？仔细看一下，你们也都看一下有没有划痕、磕碰，正好一边拍，做个证据。哦，只是土 ，OK， 看有没有划痕。OK， 检查完了，应该是个新车，没划痕也没凹陷。行，准备上车出发。现在已经上高速了，我这是高度紧张。因为新加坡是右舵车嘛，跑这儿到左舵了，这个变方向灯这位置杆儿全不一样，手刹什么乱七八糟，什么的位置都不一样，又走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路上，高度紧张，要适应一阵子才行。路上找一个超市，买点吃的什么的，我们不一定有时间去吃午饭了，所以就在车上吃。这个超市还不小，看看这儿的物价。这个是什么草莓，2.99，相当于新币4块多吧。这个便宜，这是什么？这个2块4毛9。树莓啊，249。都要7块多。这个橘子是3公斤，哇，这么多，3公斤得有10多个吧，349。看一下这些面包，都是0.79。相当于新币1块1、1块2左右，那就跟新加坡差不太多。这个有点像那个广式香肠似的。这是3块欧元。可乐看一下价格，这个是我觉得最能比较价格的，因为哪个国家都有。1升的1.79欧元。那这个就比新加坡贵了，新加坡是1.5升，一般是不到2新币吧。这是欧式的各种熟食，香肠、火腿。华人吃的就是肘子、鸡爪子，这是火腿、香肠，种类也不少。提拉米苏
4个小盒的，235，这还挺划算的。待会儿来一个。这里有各种甜食、点心。现在是开往 SPA 赛车场，现在稍微晴天了一点儿。我现在也没那么紧张了 ，OK 了，适应了。开了50公里以后适应了。去卢森堡的路上，先去斯巴赛道看一眼。斯巴赛道是1级方程式比利时大奖赛的场地，有 F1 世界最著名的弯角。舒马赫曾经在这里6次夺冠。是个小城市，小镇、小房子。这也是典型的北欧的房子，不像那个英国或者意大利的那种大石头房子，这是木板房子。住在这种房子里边是新加坡人的梦想。但是他们的梦想可能是住在新加坡的高楼大厦里。我把它长得前面突然怎么这么大雾了？突然都有这个雪地来了。这比利时的气候变化也挺快。这个是 SPA F1 赛道。哎，真会找地方。这是进森林了。Welcome to what? Circuit des Spa. OK。啊 I see it 啊！就在前面。Oh my god！ 为什么我们不让我们他把门给进关上了，进不去了。？Yeah。你看，我们把车停边上，是不是能进去？呀，我估计能走进去。就把车们停在这口上，然后从旁边，旁边也挡着呢。呀，喂，今天是关门了还是什么？这个赛车道冬天根本就不开呀。在这儿就看一眼吧，前面就是赛车道，那个有颜色的那个地方。我女儿想来看看这个，因为新加坡有 F1 赛车道嘛，这个是一个更有名的赛车道，所以想来看看。年轻人对赛车感兴趣。山间的小镇，住在这儿的人多长时间才能看上一次电影啊？还有几百米就进入卢森堡，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明显的大牌子。看一眼就是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卢森堡了。我们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要进入卢森堡，这有个牌子显示，这个环岛对面就是卢森堡了。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到卢森堡，这个和刚才的比利时长得没区别，还是这样。已经马上就要到卢森堡的市中心了。卢森堡差不多有3-4个新加坡那么大，但人口只有60多万，是最富裕、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个没准就是个什么有名的大桥呢。地图显示，前面这就应该是宪法广场，这就是宪法广场。平常这里应该都是卡帕，这现在就是个圣诞集市。
过节的架势。€10. OK， Doe een shanker, zet je doeken. 我那3万，Thank you。是卢森堡的水饺，好像看着就像面团。尝一下吧。哦，它下面人排队挺多的。这基本上就是一个面团，里边是没馅儿的，外边有一些培根、香肠什么的，有这种香味儿配上，还有一些 cheese。长得像饺子。其实就是他们叫 dumpling， 他没有说是饺。叫 dumpling。这就是河谷嘛。你看这个河谷。卢森堡的风景大部分依托于大峡谷，峡谷中有河水和小溪，两旁绿树、草地、建筑有高有低，错落有致。宪法广场是为了纪念一战中阵亡的卢森堡士兵而建，二战后重建，是观看佩德罗斯大峡谷、阿道夫桥最适合的地方。风景走廊是另一处著名景点，距离宪法广场也就400-500米，我们是步行过去的。沿途还可以看一下卢森堡的城市建筑。这有点像意大利的那种小巷子。下面就是河谷，这就是 Scenic Corridor。风景走廊被誉为最美的欧洲阳台，以前是防御的城墙，现在是个360度的观景平台，可以观赏河谷的美丽景色。这里原来可能都是城堡。但说实话，和瑞士、奥地利等国家的自然风光相比，我个人觉得卢森堡的风景只能算是普通吧。不知道观众朋友们觉得卢森堡的风光怎么样呢？风景走廊。下雨了，河有点黄了。现在往回走了，去停车场，然后往斯特拉斯堡开。欧洲的高速很少有收费的，我们只在法国遇到过收费高速。有时候这慢道上还有到收费站了。不知道怎么出，但是收费的还不少。多少？10欧。1-2毛。OK。10欧。走了有，好像有
60公里吧，收了15。哎，这法国这高速路收费的段还不少，太速了。走了这100多公里，给人收2次费了，一共收了16欧。现在我们来到了斯特拉斯堡城边的那种帕坎 ride， 但是那个帕坎 ride 现在已经免费了，但是你就需要买普通的有轨电车的票。如果白天它不免费的时候，公交车的票是免费的啊，有点复杂。反正 anyway， 我们看这哪个 tram 可以坐一下，能进城去夜市。我们打算买票，这个 Windows 杀档了，怎么办？什么东西？有朋友来帮我们看，问我们是不是要买票，但是它就是杀档了。另外一边的 machine 可能可以。You can go with me with this ticket because I'm in a car and you can take up to 4 people. Oh, Okay, so this is the if you want. park and ride. Yes, this is so. And then if it's okay Come for back you, here. when you go back, you will buy one. Is Okay. it okay for you? OK， 呀，说，Thank you。 so 这个朋友说让我们跟着他走，因为他也是帕坎 ride， 可以带最多4个人。我们跟着他坐车，然后回来时候自己再买票吧，再说吧。It's too late, Ah, but we ah. just have to wait. The other one is coming, so we. 哦 ，OK， 又来一辆。哦 ，OK， 我们帕克在那边露天的，并不是帕坎 ride， 这边这个楼才是帕坎 ride。他这里付钱怎么付啊？ PM. OK。 And the day after, on Wednesday, it's open from 11:30 to the same to this. In Singapore, we have no chance to experience white winter. This morning was a little bit snowy. Oh, You okay. had snow this morning, no? 遇到好心人帮我们上来，不然这要费很多劲，不知道那票什么时候能买到。第二天。 Yes, there is a lot, and you will find a lot of food in the Christmas market。 market. Yes. Yeah. 我们下一站就要下车了。好心人还指给我们的 market 在哪儿，这挺乱的这地儿。他不指我们还真不知道最热闹的在哪儿。哦，前面这儿。这个就是城镇的中心了，就是这里。这 market 还真是大。这是法国斯特拉斯堡的圣诞集市。我来之前在网上都有查，就欧洲圣诞集市比较好的，这是其中之一。看看这些摊儿。在那里等我啊。哇，好多人哦。这个人好多。每个摊儿都是好多人啊。
这很难通过，过都过不去。这也是热门的。他想哇，人太多了。普通的面包都有好多人，这个人也多，吓得我们都不敢排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上。Just one crepe, madame. Okay, 4 这边都是工艺品什么的，礼品。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巨大的圣诞树。法国斯特拉斯堡被誉为圣诞之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热闹的圣诞集市之一。这也就是我们到达欧洲就马不停蹄当天赶到斯特拉斯堡的原因。30多米高的圣诞树，200-300间小木屋摊位，各种红酒、香肠、姜饼、糖果、工艺品，还有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看来全世界的人是差不多的，过节的时候都是凑热闹扎堆儿，吃吃喝喝。斯特拉斯堡圣诞市集和我年轻时逛的北京庙会，这些年逛的牛车水年货市场，视觉风格虽然不同，但内心的情绪是一样的。旁边的街上也都是摊位，卖各种东西。除了圣诞市集，整个斯特拉斯堡城市都被装扮得美轮美奂，散发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浪漫。我不知道平常的斯特拉斯堡是什么样子，但圣诞节期间的斯特拉斯堡绝对值得来看一下。回到了黑洞洞的停车场，希望我们的车没事啊，怪吓人的。